你们看，这是一篇语音识别内容，我们只需要一步操作就可以让它生成非常有效的核心信息。这个效果是不是就非常的棒呢？然后你看，右边是我的 Obsidian 的整个关系库，左边一点点是我们这些详细的内容。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一个指令，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些历史数据里面找到最有价值的内容，然后我们等着它回答就行了。OK，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现在选出了手表、穿戴设备，然后第二梯队是这个电脑互联、远程控制、同步、NAS、教程，这些东西就都是我们的数据，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啊。之前我们几期视频里面已经讲过了 Obsidian 就是使用以及它如何同步各个不同的设备。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来讲如何用 AI 把我们手里的这些内容完整的利用起来。本期视频会用2个大方向来讲如何使用 AI， 一个是 AI 的插件，另一个是外置的智能体。我从做这个系列的视频开始，就一直把我从前的笔记转移到 Obsidian 里面，有一直以来的小米笔记，有后面的4元笔记，我视频稿件的数据分析等等，总的算下来，笔记内容目前就有7089篇。以前我们用起来肯定会很麻烦，找来找去，而 AI 时代下，这些可都是专属于我们自己的个人资料，可想而知这些数据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那我是云飞，梁处长，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可以如何来使用。那么我们先讲这2种 AI 接入方式啊，一个插件，一个外置的智能体。我们先理清楚到底能干啥，建立起概念。内置的第三方插件可以直接在 Obsidian 的笔记内使用，可以帮助我们写稿子，优化具体的内容，然后也可以进行问答。而外置的智能体是可以直接读取 Obsidian 的资源库，可以进行更系统的复盘，也可以对我们这些笔记进行规范的管理。这是我一直在用的一种方式，也是强烈推荐使用了 Obsidian 的用户一定要试一试的一种方式。那当然，这2者之间肯定都要用的 AI， 那么这里面的用量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用 AI 插件是需要接入对应的 API， 然后因为都是单篇稿子的内容，所以整体的用量是很低很低的，费用相对来说也更低。而外置的智能体，像 Codex 或者豆包，因为是整体对这个资源库进行操作，直接对文件进行修改，那么用量自然也会更高，但具体看你怎么用。那么了解完基本的区别，我们来详细的展开。首先是最简单的 AI 插件，这里我们用 Copilot 来进行具体的演示。这是它 GitHub 的项目页面，目前来说这个项目有7600个 star 和700多个 fork。Obsidian 的数据页面里面显示下载量是超过了170万，它是当前排名第1的 Obsidian AI 插件，它的功能真的很多很多，可以很方便的改写我们的文章，然后问答之类的。但我们就拿其中一部分来给大家演示，因为它是国外大佬做的插件嘛，所以很多内容其实对于国内来说会有一些门槛。一方面是它连接的其他服务，官方目前接入的主要是 OpenAI、Cloud、Codex 这些国外的智能体，咱们用起来可能没有那么方便。另一方面是这个插件原版的界面是英文的，用起来确实没有那么直观。不过我也用 AI 做了当前最新版本的汉化，有需要的可以直接用我修改过的版本。那我们就不多说，直接开始它的安装。我们可以直接在 Obsidian 的设置里面打开第三方插件，然后直接搜索它，最后进行安装。但因为是需要从 GitHub 里面拉取资源，所以可能很久都不一定能够安装好，甚至安装失败。且因为原版界面它是英文的，很多用户用起来可能就不太适应，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手动安装。手动安装主要是需要3个核心文件，我们在 GitHub 里面就可以直接下载这3个文件，我也会在我的这个链接里面提供，你也可以从我提供的链接里面下载当前 4.0 版本的汉化版本。那可能它不一定能安装的好啊，因为它整体是这个 GitHub 的这边拉取资源。那么假如说安装不好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自己去这个打开插件文件夹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这里会有这个，它现在在拉取，是在这个文件夹里面。那么我们也可以自己去 GitHub 里面把这个项目下载下来。进入到插件市场，然后搜索它，然后 GitHub 仓库点击它，然后在这儿我们选择 Release， 然后它这里不是有这3个文件吗？
一个 GS， 一个 JSON， 一个 CSS， 把这3个文件下载下来。1个、2个、3个 ，OK， 都下好了，我们打开。OK， 把这个关掉。那我们就还是打开插件目录，点击进入这里，然后把我们下载的这几个放进来。那这样的话就 OK 了。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 Obsidian 里面，直接在这里打开它，然后就可以直接设置了。那这样子就进去了。当然一开始你肯定这个是一个英文版本的嘛。然后这里我不是做了这个中文汉化版的这个插件嘛，你可以直接用我的中文汉化版，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这个翻译的一个插件。翻译插件打开的话，我们双击它，打开的话，它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这个翻译，但是它整体没有我那个汉化的彻底，因为它只是一个翻译插件嘛。翻译插件是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下载使用。具体的办法和我现在演示的是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再去把我这个中文版本的放进来，我可以把这个给删除掉，然后我把中文版本放进来啊。这个目录是隐藏文件夹，需要先开启显示隐藏文件。Mac 的快捷键是 Shift 加 Command 加这个小点 ，Windows 是直接显示隐藏文件即可。一般来说，没有下载过插件的用户是没有这个 Compilate 文件夹。那么你可以自己新建一下，然后把文件放入，再回到第三方插件列表里面启用 Compilate， 那就可以使用了。第三方插件，我们再把它打开。看一下，然后就 OK 了。然后密钥、模型、能力、命令、自托管、高级。哎呦，我这汉化的真好。OK， 好。我们这里就直接用我汉化过的版本来演示具体使用。我们在第三方插件里面选择启用，然后进入到设置。第一页先不管，我们先去把 API 给配置一下。进入到这个界面，然后选择添加供应商。我们在这里面添加需要的供应商即可。我这里选择的是 DeepSeek， 其他的国内模型里面没有找到，也可以直接使用 OpenAI 的兼容接口来接入。那么接着就是需要有自己的 API 了。这个其实现在非常的简单，以 DeepSeek 为例，我们直接去它的这个开放平台，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登录，然后就是充钱，可以直接自定义充值的额度，最低1块钱起步。充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去 API Key 的位置创建密钥了。然后它这里就会有，然后我们复制，然后我们这里把这个密钥填进去，然后这里选择我们的这个 DeepSeek 的一个地址，然后 DeepSeek 的地址我们可以在接口文档这里看到，那就这个我们也复制一下，然后这里填一下，那就有了。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择 Flash 或者 Pro， 这里建议选择 Flash， 它价格会更低一点。我们选择保存，保存好了之后，这里就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具体的使用了。首先是它有哪些用法，那么现在我们直接调出它的快捷键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在安装好之后，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有哪些快捷键，然后点击，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哪些设置。这是 Compilate 它所有的这些内容啊。那么我们基础的用法，有一个就是打开 Compilate 的它这个聊天窗口，我这里是设置的这个 Ctrl+A 的一个快捷键啊。我现在是在用 Mac 系统给大家演示啊。就比如说我们当前的这个稿子，那我们按一下 Ctrl+A， 它就会在这个右侧出现我们的这个
聊天窗口，我可以把这个聊天窗口拉大一点啊。然后比如说现在已经配置好了嘛，DeepSeek V4 Flash，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开头，这些数据都是对的吗？然后它就会读取我们的这个内容，然后理解。因为我们是走的云端的 API 嘛，所以整体是非常快的。OK， 你看，这就是第一个对话的一个模式。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写稿子，一边询问我们的这个 AI，问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么写，然后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然后这是一个模式。然后还有的就直接在这里，比如说我写好了这第一段，就比如说第一段我写好了，然后我们右击一下，然后在这就会有 Copilot 它一些快捷的这些命令，快速提问、触发命令，然后修正语法和拼写，翻译成中文，总结简化，用5岁能懂的方式解释，这些东西我都是给咱们进行了一个汉化，然后这里就直接都有了。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修正语法和拼写，因为我们写得快嘛，写得快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些这些拼写上的错误。比如说我们这里，我们可以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然后它这里就会正在生成，然后我们等待一段时间，它这个是相对来说会更慢一点啊。那这就是它的一些基础用法。我们这个插件的这些简单的用法就是这些，但是我们在写内容的时候，它是非常能够帮助我们的。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它有一个问题啊，它就是修正是修正了，但是它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修正到了哪些东西。这里我们已经录了，我们就不那个了。但是正常的话，比如说我们刚写好，我们可以回车。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它修改了哪些啊。然后在设置里面，我们可以去在这里看，你看这些东西都有，对吧？然后我们也可以自己自定义，就在这个命令的这个地方，我们添加指令，然后具体写什么就看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用 AI 写一点东西 ，AI 化，给我一段去 AI 化的这个提示词，就是模仿我自己口语的去 AI 化的提示词，现在发给我，给我文字就行。然后我们准备好对应的提示词，然后 OK 了之后就粘贴在这里。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把这一段给复制上去。这个是非常长啊，我叫 AI 随便生成的，然后保存。那这里就会有一个去 AI 化。那比如说这里我让它去 AI 化，那这里就会有个去 AI 化，然后我们点击，然后它就会正在生成。这都是一些非常便捷的，因为这是我们的 AI 插件，所以这个插件在我们的这个 Obsidian 里面，它就会很方便的去选择这些词语，然后直接进行一个简化，或者说直接进行一个AI 的一个处理。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接下来就是具体使用了。那么平时想调用它，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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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可以的。然后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回车，然后它就会替换掉。然后以上的这些功能，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可以自己在这个第三方插件这个位置看到这个快捷指令，你需要的内容，你会经常用的内容，比如说，假如说我们 Obsidian 不是还有这个浏览器的插件嘛，它就可以收藏各种网页。那么收藏各种网页之后，你就可能会需要一个生成中文、翻译成中文的这么一个指令，那么你就可以把它设置个快捷键，你这里点击设置一下，然后你就可以按下对应的快捷键，比如说 Z， 那都行。然后什么改写成推文，
也都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捷的去做这些事情。比如说，我们选一个，然后用我的这个改写成推文，你看这里就直接在改写了。OK， 那么这就是插件的一个具体的用法。但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刚才演示的这些功能核心还是围绕当前的这一篇稿子或者选中其中一段内容在进行这个修改和优化。这个对于我们写稿当然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让 AI 去理解整个 Obsidian 文件夹里面的7000多篇笔记，帮我跨文件搜索、整理和复盘，那么单靠刚才那种 API 接入的这个方式就不太够了。而且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个事情 ，Compiler 里面其实还有 Agent 的模式，可以做更多跨文件的事情。但这一期我们先不在插件里面展开，因为它需要额外的安装、登录和配置。对于国内用户来说，复现没有那么方便。我个人更喜欢使用外部的智能体，因为它可以在授权之后读取整个 Obsidian 的资源库，结合不同的文件里面的内容进行分析、整理，甚至是修改之后再写回文件。那对于我这种稿件资料和数据都比较多的使用场景来说，这种方式会明显更适合作为我们资料库的整理。那么，终于我们要开始今天真正的正片了啊！如果说上面我们演示的是单篇稿件的特定位置修改和整理，那么下面要讲的就是结合外部智能体的使用，就是会更适合我们这种需要整个库整理需求的这个 AI 用法。因为别的笔记软件里面其实也可以接入 AI， 这不稀奇。而 Obsidian 妙就妙在整体的格式是 Markdown， 人阅读它很好阅读， AI 读起来也非常的便利。我日常用的都是搭配 Codex 但是换豆包之类的智能体也是完全没有问题。本质上就是在获取文件夹权限之后，读取本地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并放入上下文，之后就可以理解我们笔记里面的内容，然后获取超级长的本地上下文的内容。那其实就是连小米这几天更新的这个电脑版的超级小爱 2.0 它都可以做到啊。那么下面我们就以豆包为例，来给大家一个基础的使用演示。首先安装电脑版的豆包，在使用自己的账号登录之后，在下面切换为工作模式，我们可以切换到工作任务 Turbo，之后它会进行本地电脑的初始化，等变蓝了之后，我们在项目位置选择我们的 Obsidian 资源库的位置，之后就可以进行我们的 AI 进化了。比如说我们问一下这些天我们都干了什么，你看它就开始读取我们每天的日记，然后看具体的这个项目。你看我最近1周的这个工作任务就一目了然，而且不仅仅有实际做了什么事情，它连我们工作了多久的都知道，就是个人知识库的魅力所在了。那么这一块内容是如何实现的呢？我这里也简单的分享一下。那肯定就不是说我每天都自己手写工作了多长时间啊。我们前面不是分享过云飞日程3嘛，现在里面它是有这个自动计时的功能，每天都会自动导出当天的工作时长，然后我设置了 Codex 每天晚上11点去读取这个工作时长里面的内容，就是这个工作日志啊，再把它写进我们当天的这个日记里面。而且我们平时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 Obsidian 里面写稿子、整理资料，所以智能体还会根据每天新增和修改了哪些内容来看我们最近主要在忙什么。那么这样一来，日记里面不只有工作时长，实际做了哪些工作，最近在推进什么，也都能够记录，并且都比较清楚。所以你看，这个只是咱个人知识库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用法，它不只是把内容存下来，还可以把我们每天的这个工作内容自动沉淀下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看看外部的智能体还能够怎样去利用这些内容啊。首先就是数据的整理，我有这么多内容，你让我一个个去整理好，并且码放在这个 Obsidian 里面。你看啊，这么多东西，然后还有什么附件，还有个人记录、历史脚本，还有资源同步的。如果要我们自己手动去搞，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其实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规整程度，其实就是已经整理好了啊。就是我叫这个 Codex， 或者说我们叫 Codex 或者叫别的 AI， 直接去帮我们整理好这些东西，然后分门别类的搞好，而且设置好对应的索引。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这个 AI 就会更容易找到我们的这些数据了。你看一下我是怎么弄的啊？比如说我们这里这个入口，我点击这个入口，你看 Codex 工作台，然后检查双链，然后总索引，你可以看快捷入口、工作台入口，然后我的这个口播分隔，然后大纲分隔，然后 AI 配置中心，
然后我的这个灵感库，然后你看最近我们活跃的内容，这是我们前2天的这个手环对比，然后这是我们这2天的 Obsidian 加 AI 的真实工作流。那你看这些稿子其实都是我们最近的稿子，那这些东西是怎么搞定的呢？肯定不能是我们自己手搓去搞这些东西，那是我们直接叫我们的这个 AI 去自动匹配。我这里找一个啊，你看每3天检查并匹配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每2天检查我们这个稿件的这个双链，就是链接嘛。你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一期视频就是澎湃 OS 4超前分享，你看我们这里自动关联上了什么？一个是资料的一个收集，然后一个是去年8月份我们这个澎湃 OS 3的一个升级，再一个是澎湃2的这个隐藏小功能，再一个是这个澎湃2对比 vivo 的一个系统，这些就是都是自动去搞定的，就是用的是 Codex 里面它的这个每天的这个定时任务。你看我这里其实设置的定时任务还是非常少的啊，因为我一个考虑到这个Codex 的一个用量，你看一个是写日记，一个是检查双链，一个是每3天去匹配我们稿件的数据和我们原始的稿件。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稿件啊，就比如说我们有记录的，你看这是我们稿件的一个数据，播放量25000，然后涨粉这么点，然后每万播涨粉是多少，封面是多少，然后发布的日期是7月20号，然后索引标签有哪些？高点击、强承接、中等播放，然后承接强，然后关联的我们的这个稿件是关联上了我们的这个脚本，你可以看一下。这样一套你要我们自己去整的话，肯定是非常慢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观察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一个稿子，那是我们的工作，就比如说我自己的工作就是 UP 主嘛，那么写稿子就是我们日常干的最多的一个事情。那么怎么利用好你看 Obsidian 里面这么多数据呢？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外部的这个智能体去根据我们这几百篇稿子去生成我们日常的一个口播基准。我这些东西整出来的这个参考价值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这里已经做好了我们的这个口播的一个基准，上一次修改是7月份了啊，你可以看，这是我的一个口播基准。我们的高播放量通常是什么？具体的问题加明确的结果，比如说 NFC 门禁卡，比如说这个谷歌相机、手环，还有系统隐藏功能这些东西。然后高涨粉是因为什么东西？然后前20秒要有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从我自己的这些稿子里面提取出来的。那么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可以拉取 B 站的数据，然后对应上我们的稿件。其实可以看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们上一期的这个个人字库怎么搭，最简单的 Obsidian 的这个入门教程，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非常不错了。然后还有我们之前的这个多端同步，但这个估计是没有识别上我们的这个笔记，就是没有识别上我们的稿子，所以这里没有关联上。那这样子其实一些关联上内容对应上我们之前的稿件，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口播的数据其实就有了更强的一个参考性。还有就是我们写稿子的时候，上一代我们写过上一代，或者说写过类似的内容，就可以直接叫 AI 去看之前是怎么写的，写了哪些内容，也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还有就是大概也能够测得出来这个播放量会有多少。就比如说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稿子里面，那么我们其实就可以很方便的叫它去写。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这个 Codex， OK， 你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澎湃 OS 4超前分享的脚本，
然后再回顾一下我们去年8月28号做的那个澎湃 OS 3升级哪些点，然后你再对比一下这次的这个澎湃 OS 4，它相比于澎湃 OS 3它的一个变化是什么，然后直接告诉我具体的一个内容，然后你来评价一下整体这2个系统之间的一个区别。为什么澎湃 OS 3去年发布到现在一直广受好评，然后你再预测一下这次的澎湃 OS 4大家的评价会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让它去做这些内容，然后如果有什么细节忘记了，也可以直接叫咱们的这个 AI 去搞定它。然后你来看，它现在就在思考了。那这是外部 AI 所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在我们那里使用 AI 插件的话，我们就只能去在没有配置这些 agent 的情况下，我们是只能在单个文件这个里面去搞。但是我们整理好了整个笔记的这个脉络，然后索引，然后把这些数据都给对上，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内容。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内容的这个承接能力，因为它可以完整的看到我们整个笔记里面的内容嘛。只要我们描述的是准确的，那它就可以找到，并且帮我们输入进这个上下文里面去。那你看现在它就是正在搜索我的脑库文件夹中的这些文件，但相应的它是去做范围更大的这么一个搜索嘛。所以它耗的这个 token 它肯定是会更高的啊。你看之前这个我的记录就是优化 Obsidian 的这个索引目录，然后梳理 Obsidian 的这个介绍逻辑，然后整理 Obsidian 脑库笔记，其实都已经干得非常非常多啊。你看现在它不就读取到了这个小米澎湃 OS 3的一个脚本嘛？然后你看现在2代的这个脚本和资料都对了一遍，而且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数据库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澎湃 OS 3它的基础体验是控制中心动画，然后相册这些变得更顺手，而澎湃 OS 4呢是柔光玻璃、光效文件夹、卡片同时堆叠，然后函数切换进一步的细化，然后整体你看啊，降低渲染负载，然后优化这个底层，然后超级小爱正式进入系统，然后澎湃 OS 4是 2.0 开始调用工具跨应用执行长期记忆这些，然后你看一下 OS 3这些点，然后大家可以暂停看，我这里就不念了，因为整体的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多的。然后你看我们澎湃 OS 3的这个最终播放量是23万，分标点击率是64%，然后3秒留存是75%，这些数据都是我们自己才有的数据。OS 3口碑升级，然后 OS 4潜力型升级，是不是就非常的明确呢？然后关于外部 AI，如果你和我一样用的比较久了，你就会知道它其实是可以用手机 APP 来控制嘛。只要我们电脑是在线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手机 APP 打开，然后输入指令输入口播内容，然后来控制我们的电脑，修改我们的笔记，或者直接把笔记内容发过来，这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个优势啊。你把这个我们写好的稿子直接发给我，直接以文字的方式发给我。Nice。当然，这一切也都是有代价的。首先，你需要和我一样，先建立起稍微规范一点的这个笔记类别，然后建立好对应的这个索引，这样 AI 找起来就会快很多。再一个就是利用好智能体的这个定时任务，让它把一些 Obsidian 的这种关联什么的都自动连接好。那这样的话，一个省时省力，慢慢归类下来的这个数据之间的这个链接就会越来越紧密，之后找起内容来说就会越来越方便。那么再一个就是你要有正常的这个描述能力，外部的这个智能体理解你的内容肯定是会比内部的这个 AI 插件有更强的发散性。如果你描述的不对，那么肯定搞起来会很费劲。但如果你描述的没有问题，那么这个
Obsidian 的笔记库，那就是我们个人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存着的就是我们的超级上下文。所以你看，我现在直接叫它写一篇这个关于小米手环的回顾，它应该就可以直接从我们的这个历史稿件里面直接写出来一篇稿子。我们来试一下。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外部 AI 来直接帮我们写这一篇稿子。我的这个历史稿件里面应该覆盖了小米手环众多的品类，然后都有详细的体验，然后也有开箱分享，这些内容都是非常具体的。那么我现在新建了一个 Obsidian 的笔记，它是有关于小米手环的历史，我的标题已经写好了，那么你帮我直接根据我们数据库里面的这些内容来完整的写一下小米手环的一个历史，然后你可以按照我的风格来写这么一期内容。那么现在开始做吧。那你看啊，这里就是我们直接叫他去干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你看他最终给我们写出来的稿子应该是大部分都是能用的内容吧。而且我现在也说了，我在笔记里面新建了一个小米手环的历史这么一个Markdown 文档，那么它应该能够定位到我们的笔记。你看它现在已经定位到了，现在已经开始定位。它先帮我们把这个手环的这个笔记给定位上，我们这里一个字都没写。然后等它定位上了，它就会读取我们整个 Obsidian 里面的这些内容，然后来写我们的这个小米手环的历史这么一期稿子。那它现在读取了，好，它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的这个小米手环的历史。当然，用外部的 AI 它肯定没有我们直接用这个 AI 插件的这个速度来得快，因为整体外部的 AI 它整体要读取的内容多，然后要考虑的东西也多。2000 years later。然后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资料还是非常全的，手环4、5、6，然后7、8、9、10都有了。你看看，咱的手环真的是骨灰玩家了啊！然后大家看，这就出来了。你看，手环这个产品已经接触了2、4都买过，一直用，每一代都开箱，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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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都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数据来整的。它当然不能直接用啊，直接用的话，那肯定是一坨。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确实结合了我们的这些数据，还是非常强的吧？而且写的是有模有样的。你看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强？当然，这个比起之前的这个 AI 插件耗费的 token 肯定会高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使用。这可是我把自己压箱底的这个流程都分享出来了，求个支持呀！当然，外部的智能体可以读取甚至修改我们本地的这个文件，所以第一次用的时候，最好先把重要的这个内容都备份一下，或者先指定一个自动文件夹确定它读取和修改都没有问题之后，再让它去处理整个资源库。这期其实我们讲了2种 AI 的用法 ，AI 插件其实会更适合当前笔记的当篇稿子的修改、优化以及回答，外部的智能体会更适合跨文件搜索、整理、复盘，甚至对整个资源库进行管理。那对于我来说 ，Obsidian 的价值不只是把笔记存下来，而是这些 Markdown 文件可以被 AI 继续的读取、理解和利用，时间越久，积累的这个内容就越多，这个个人的知识库的价值也会越来越明显。那么，这就是我们这期 Obsidian 结合 AI 的真实使用分享了。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投币支持一下。我是云飞，保持思考，那咱下期视频再见。